咱们拍个视频吧。好，来，依依往中间来。咱俩一对，好嘞。哎，往后面去一点。哎，你看我这样行吗？来，开心一点。行。咋了？咋了？那有人！ 小红，对不起啊，怪我，怪我。我来唐突了，万事都怪我。我也确实没想到，说临着要脱衣裳了，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。就说这个事儿，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，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。 就是我们11部吧，有时候确实就挺，其实我自己都，主要是能力有限。明天我就请个假，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。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，不好说。 今天能凑一块儿，非常感恩。我在此祝顺利。大姨啊，别生我气啊！祝顺利。曾主任，同祝顺利。 我的豆，咱们吃饭喽！姥爷，Good morning。红豆小朋友，早上好。徐总同志好。两回啊，好。一会儿呢，我去送豆豆，你呀就直接去机场。谢谢徐总同志，你辛苦了。爸爸，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过两天就回来呀。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她得放假。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，豆豆啊，
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去北京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。姥爷，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。哎呀，我的小豆豆，老爷没有白疼你啊。洪亮，你听说了没有啊？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。哦。第一天开庭，就出乱子，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。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，是你同学吧？还有我同屋呢。啊。哎呀，这个影响太大了。是。所以我一直跟你说，检察官不好干的。是呢。洪亮。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，你以后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跟您汇报一下，徐律师，我这2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。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，换个赛道，还能再搏一把，也有个回旋余地。豆豆，快点吃啊！一会儿姥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。好。爸爸，我们大2班的果果来咱家玩，问我为什么你要管姥爷叫旭东同志，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。因为您姥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，他是爸爸的领导。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？算了吧，洪亮同志，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，你还是快点走吧，祝你一路平安。喂，哎，你好，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。咋的？挤兑我是不是？你的一贯伎俩，伤口上撒盐是吗？听出来了，气儿不顺呢。哎，我八卦一下，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。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，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？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。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，我才知道的。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？咋样啊？啥情况啊？热闹吗？我谢谢你的关心。这么大个案子，前前后后我忙活了2年多的时间，一共20多个被告人，就一个当庭喊冤的，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？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？因为我要去北京嘛，我这忙里偷闲，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。希望你呢，也能够领点我的情，好吧？领，哎，你这看热闹的情啊，我肯定领啊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还扛得住，让你失望了。行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！我叮你一句，案子无小事儿，认真对待。行了，你一路平安吧。代问江民好啊。OK， 好，拜。你们谁先发现的？我就在那。大概。哎，现场在哪儿呢？在冰湖下面啊。前2天升温，河水化了一些，尸体啊，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。你们几个发现了尸体啊？是。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，给我们做个笔录，好吧？走，带路。好。来，陈队，这儿。刚才。
带队，河上要地毯上搜一遍。是。南京，给这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，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干活。哎。哎，老二，按我到现场了，是尸检专业的乔振兴。喂，老许，陈杰啊，现在有空吗？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电话里说呗。不行，咱们得见面聊。这么大事儿啊，非得见面说？赶紧过来。啊，行吧，那一会儿见啊。这会我就不参加了，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，回头发我去一趟市局。好的，李爷。说，我爸呢？嫂子，我先看点。咱不看了，嫂子，进来。哎，许军，哎，孙局，走，我来跟您汇报一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哎呀，从早上接警到现在，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，方圆2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，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。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，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。人手够吗？够，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。我看是这样，你们啊，先把外围的勘察工作尽量完成，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，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。徐局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？这个不合规矩吧？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，重大刑事案件，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。徐局，给个机会。你管这个叫机会啊？用词不当，就是什么呢？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。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，1年也碰不到1回。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？这公立的还嫌不够大。徐局，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。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。不是，稍等啊。喂。许局啊，是我蓝景明。蓝书记，我正想跟您汇报呢，死者已经确认了，是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乔振兴。家属到现场了吗？家属已经到了，我也通知了李检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，
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嗯，好。另外，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？他一直挺想进步的。明白了，蓝书记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没什么了，先忙了。那好。可以啊，孙局，面子够大的。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。嗨，哎呀，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啊，领导们也这些我不管，案子可以给你。哎呀，但我有个要求，随时要向我汇报。徐局，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。咱不来这套，办好案子才是关键。你必须的。我去。进来。哎，就你们门口那条路，没有一天不堵车的。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？非常非常。哎，李姐，我先走。好，你先走，你先。李坚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特意跑一趟。嗨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先说好啊，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，不能上头。赶紧说吧。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？啊，我们一部主任，我大学同学死了。节哀。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。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。死了？在事情定性之前，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，也不和家属接触。我这只是个建议啊，仅供参考。小美，小美，哥。小梅，小梅，小梅，别回了，小没有了。小没了。周梅，节哀。岳无错，让我给点180啊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处理详细吧。好的。李姐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他说马上就到。好，没关系。哎，1分钟，1分钟，马上就来了。你看这是不是？洪亮，这边，没事，稍等啊。就这儿，这儿停。你怎么才来？你等半天了。哦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哦，这位是韩主任，教务主任。哦，你好，韩主任。这位我老公。好好，那校长等着了，咱们赶紧走。稍等，我取个行李。哦，好，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证书都带了吗？全都带了1个。这边我先查了一遍。哎，韩主任，我跟你们说了，别带礼物，这是学校，不好看，一点特产也不值钱，一点心意。对。好。我给2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。好啊。哎，不用介绍了，我弟都跟我说了，咱们小学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，孩子们都特别优秀。是。
完了，我姑娘这边吧，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。孩子的舅舅跟我说过，是江总也特意关照我。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小朋友好，慢点跑。太可爱了。你看人这学校，这学生多讲礼貌啊。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，你家孩子都符合。那太好了。到这儿，快点啊！哎，我校长，我要接个电话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快点儿！啥事儿？乔振兴死了。什么？乔振兴死了。有病啊！你看紧我这忙正事呢，快点！是真的，老乔死了。啥病？不是病。市局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。啥时候？哪儿啊？永清河，几个大学生发现的。这个天上永清河干嘛？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？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？有进一步的消息，我再跟你说吧。好，先这样。好。洪亮，洪亮，干嘛呢这？快点！老板，救出管理员呢？我是。以你的经验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找的呀？这应该是昨天找的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我们天天巡查呀，查的就是这个。小杜，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，跟死者做个比对。江队，收到。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啊。来了，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。后面。怎么了？初步排查过了，车辆完整，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。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，您看一下。还发现了个公文包。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，就是性价比高一点，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。这套房源，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，开车的话就是4、5分钟吧。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。洪亮，你说咱们租个1居还是2居啊？可以。也可以先租个1居，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，咱们再换个打扮，你说呢？对。出来。你没拿包？洪亮，这什么情况呀？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？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，心不在焉的。老乔，走。老乔过世了。就这儿啊？对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行，严告诉我打电话。您请进。哎，哦，行，那咱先看。哎，好，您请，您请。哎，怎么样？公安给我来电话了，说在永清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，旁边有振兴的车、包，还有衣服。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，冲下来了。现在还不清楚，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。周梅现在怎么样？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？人走太突然了。
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，看点周梅，还有然然。先这样。好。明天回趟东平。明天中午得跟张总吃饭，约好。以后张总就说我老板了。小燕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，还没去呢，先改时间，第一印象不好。他欠小远个人情，王小远跟他说，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？人都走了，回去时还看不着他去，不是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，让人走也不碍事。哎呀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，所以等我再回海州，第一件事，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。衣服一脱，哎，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，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，咱全家北京安家，一家人齐齐整整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珍惜眼前人。哎，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。还怎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回东平了？我可跟你嫁了。我就先不回了，嫁攒着呗。攒什么攒啊？嫁还要攒的，过这村就没这店儿。咋这样呢？各位领导，首先我要检讨，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。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，我们准备的不充分，功课做的不扎实，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，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，为什么？各位领导，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，那都是胡乱攀咬，根本没有事实根据。我们经过审查发现，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，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，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、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。他一开始呢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。
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，甚至说，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，他都不清楚。可实际上，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，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。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，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？张文京当庭喊冤，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，混淆视听，干扰了我们审判。他呢，这是一种手段，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，或者说，他非常清楚，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，并且也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。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，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，博取同情，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。领导，我要汇报一件事情。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死了。啊？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已经去过市局了。截止到目前，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等一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。各位领导，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，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，还有指导，让案件切实地进行下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，辛苦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，研究研究。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？信息量有点大，也有些混乱。说一下怎么个乱法？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，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。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，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，也就是说，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，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。这封信对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，但只是观点，没说原因。对于这样的举报信，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，必须查。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、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，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，那将是极其罕见、骇人听闻的。对，可是张姐，别的不说，首先时间就不够。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，包括张文京当庭喊冤，这都是搅在一起的。想要查清一点，其他也得理清。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，刑诉法规定，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。难啊！难，也得查。领导，哎呀，
导好。洪亮，哎，到北京了吧？到了，今天到的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托您的福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。明天啊，需要你回来一趟。哎，领导，我方便问一下，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。不需要，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保证不迟到，您放心。那明天单位见。好的。早点休息。哎，领导再见。什么玩意儿？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的？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？哎呀，真不由己，真是。是。你这，哎呀。严书记，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，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，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，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，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，指导办理张文京案的同时，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，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，如果有，一旦查实，坚决打击，绝不姑息。明白。太麻烦了，快点。哎，正好我们李检到了。李检，谢主任。李检，哎，谢主任。李检，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。啊，我正好给许局打电话，有什么新进展？李检，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还在调查当中呢。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。行，谢主任。那个关主任，你配合一下。哎，太麻烦了啊。哎，没事，哎，江队。老乔就坐这儿。张队，老乔是怎么死的呀？挨的啥？谢主任，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？关系挺好的。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？江队，哎，乔主任这个人呢，平时就不爱说话，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，就更不爱说话。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，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，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，脸面上可能挂不住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申请人洪亮，我是刚调来不久啊，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，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。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，开玩笑。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？专委很关照我，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。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，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，是吧？对。洪亮，啊，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呀？没有啊，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，推进的很顺利，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。是吗？哦。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，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？就人很好啊，就是性格比较直爽，性情中人。但实话讲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，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，
谨慎，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。谨慎，啊，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。好，就要离职了，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，你打算怎么度过啊？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，服从集体利益。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，我义不容辞，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在任18年，也才40多岁，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，舍得吗？肯定舍不得呀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家是东平吗？对，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。我父母还在嘛，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。哎呀，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。万海案是吧？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。那个乔振兴的死亡，洪亮，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，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，就说是溺亡。但我听说他这2年喜欢钓鱼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，你至少得这么大。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？啊，你应该了解他。说说看。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最纯粹的一个人。怎么说？对理想，对人生的规划，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，那还真就实现了。就是我们上大学大1上学期那会儿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，我专门问过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为啥当检察官啊？他就跟我说，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、捍卫公平的卫士。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有点抖。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，我特别想提醒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烫手了。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，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，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，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，那开水就流在那个红字儿上，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。就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。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。江头风波，做人一生坎坷多。兄弟，我心头上有件事儿，那不见孟婆不得过。自古黑白分颜色，别扯放下就成佛。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，那坏人凭啥想安乐？为一口气，为一个理，为一场戏，老子走到底。我要走穿这条命，去看雪乱花。我要踏破这双鞋，光脚平风沙。乾坤下，世事有王法。我要出了门的人，在晚夜归家。我要天上落的雨，又回到天上。我要吃着一口饭，守着一夜花。
王法。